好了，各位亲友，大家晚上好哈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。先分享陈淑恩同学的一个体会哈。他说：各位老师好，是很久没有和修心的老师们分享修心体会了。听了老师讲了782课，轻轻的知道是没有强迫感哈，和有意若无意哈，无意之中是真意，淡淡的喜悦是修心的最高妙的方法。说我以前呀锻炼的时候，练功的时候是意念太重，反而收效很小啊，就因为我的意念呀太重了。说我想起了1995年的一个下午，我和老伴儿出门办事儿，在路上呢遇到一辆骑摩托车的从后面快速驶来，老伴儿就把老伴儿给撞倒了，应该是左手哈，还是被墙冲乱，整个手指啊、小指的皮肉都分离，鲜血直流。说这时呢，我什么也没想，本能的过去呢，就把他的皮肉整理好，复位后啊，就用手就握住，什么也没说。说这时一个路过的人目睹了这一切，见我们没找这个肇事者的事儿啊，就责怪摩托车的，就骑摩托车的人哈，好像也是在埋怨我们太老实。说当时呢，就是我没想那么多，什么都没得想，没想那么多啊，什么也没有想。说那个路见不平的人呢，到底说了些什么，我也没有听到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再看老伴的手，哎，完全就不出血了，皮肉呢好也复位了，就在附近的医院消毒，包扎了一下就回家了。说没2天啊，老伴的手就全部就愈合了，干什么活也都很自由。说通过学习782课等啊，这些课哈，就老师讲说，意念要轻轻的和淡淡的喜悦，有意若无意，无意之中是真意，不能夹杂杂乱的这个思和想，就这个各种东西思想啊。说大脑的思和想啊，一旦出现，真我就被淹没了，我就被思想覆盖了啊，就被思想覆盖了。所以你看啊，如果说当时呀撞伤了，撞伤之后自己就情绪就乱了，就和这个肇事的摩托车者骑摩托车人就开始吵啊，很多情况就这样了，吵啊闹啊，那这个吵和闹对这个手的康复啊没有什么样的好处，没有意义说，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去讲这些道理了啊，就是陈老师在这儿他就采取一个什么方法，就很安静的处理这个事情。把他的伤口包裹起来，用手握住，内心保持平静。那么他平静了，老伴儿也平静了，那对身体的康复一定是非常有好处。我们前面讲的说是切换，说你换自己内在那个状态，一换，那么其实当时陈老师就不由自主的就换了状态，换了什么状态呢？就和平常的那个会跟人吵、跟人闹那个状态一下换成什么？我就安静，我不去找那个肇事者的事儿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老伴的手的康复的问题，我要保持内心的平静。大家想一想，这真的是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，就很平静，但是呢，又没有那么多的想法，哎，很自然的呢，静，哎，对老伴的身体这个手的康复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哈。所以我们上次讲这个切换的问题啊，我们今天呢再接着深入再讲一讲这样的问题。有的同学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啊，觉得怎么可能呢？是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叫解除认同，从底层切换和同步频率就同步了现实。那么我就想，我在准备这课的，我就想到了哈，就去年还是前年我在老家的时候，在老家呢和我三哥还有我姐姐啊做一件，就是有一个房子那个吸顶灯坏了，那个吸顶灯呢很复杂，坏了那个灯不亮了，不亮了之后有问题了，反正是有问题了，就把它整个全都拆了下来，拆了下来之后呢，弄好之后再往上装，再往上装。在往上装的时候呢，那个底盘哦，然后呢装了底盘，然后又装里面还有一个垫盘，一个盘的一个什么东西装上去，哎，觉得很合适，往上一放，正好螺丝拧上去了。拧上去之后呢，再接着它的那个很复杂的系统灯，再一层一层的往上装，哎，可装到最后不有个罩吗？
那个罩怎么也放不上去，就差一点点，那个螺丝就拧不上去。而看里面的呢，好像严丝合缝都很好，就这个罩上怎么也上不去。反了，翻来覆去怎么上也上不去，就不知道，就看着里面好像哪一步骤都没有问题，可最后就是上不去。我们也觉得很纳闷，哎，最后就想了什么呢？哎，那个另外一个房间还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吸顶灯，然后呢，把那个罩打开之后再看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，最终终于发现了，就最底层的有一个盘子呀，我们把它装反了，啊，装反了，结果呢怎么办呢？又把这个后面全部下来之后，把最底层的那个东西又调整过来。一调整过来，其实呢，你这么装着，它从底层来看好像也没问题。可以调整过来之后，哎，也装上了，然后再往上一层层又装上去，最后那个罩往上一放，严丝合缝，正好，正好。如果那个底层那块不变，你外面再使劲拧，再怎么调整，它也装不上去，或者装上去也是别别扭扭。关键在哪？就在那个底层，在那个底层，那底层那儿一变了，后面跟着全都发生变化，全都变了。我们上次讲了啊，说你一换，说你换一个健康的模板版本，换一个快乐的版本，并不是说你一换健康的版本之后，你的身体完全就跟着全部都换了，和那个换那个灯还不太一样哈。哎，它灯就是你健康，你换了健康的版本了，可身体呢，它并不是说马上就，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下很快就变得健康，那有的绝大多数就逐渐发生变化。那我再讲生活中的别的例子，可能就也帮大家来理解啊。你比方说，你在家里面你要盖一栋房子，说我计划盖一栋2层的小楼，小洋楼或者3层的小洋楼。好了，那么2层的小楼也好，3层小楼也好，那么大家想，你比方说你找1000个设计师去设计，那么就有1000个方案，每个人他不可能完全一样的。1000个人就会设置出1000个，10000个人是不是10000个什么这样的版本，这样一个计划或这样一个画的图纸都是不一样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好了，那么现在你就要选了，我选哪一个版本建造成我家的那个小楼。我说清楚没有？就你要去选择了不同的设计方案，这个图纸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就你选择了哪一个，大家注意哈，你只要选择了这一张图纸，那么就一定了，你后面那个楼建起来的就是这个图纸的样子。所以你看选择重要不重要？太重要，太重要。那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说你选择的这个图纸，它的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，那你再怎么建造，你也是建造了一个有问题的建筑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图纸，那就是这个房子的什么信息结构。你有了这个图纸，这个房子还没有，但是有了这个图纸之后，后面的各种建筑材料，就是按照这个房子，就按照这个图纸的设计，什么一步一步的完成了。有图纸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房子，但有图纸已经决定了，它就是房子的蓝图嘛。哎，那个房子一建就按照图纸建起来的。可以说这个图纸设计方案就是这栋房子的信息结构，是有信息，再加上砖呢，加上工人的工作劳动，加上了能量信息，配合这些东西变成能量，哎，添加能量各种物质，最后出了这个房子。让大家想一想，对人来说，人的精神或者人的心灵，人的精神就是人的信息结构。有什么样的精神，但就会有什么样的气结合进去，变成什么样的人。大家想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你要想建这样的房子，你就按照这样的图纸进行。你要变成这样的人，你就要变成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。
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像，比方说你觉得，哎呀，我现在我身体是一个病殃殃的，身体是有病，身体有病，往往精神里面也是有这样的病。那你要调整这个病，就要怎么？哟，我要换我的精神。就像这个图纸一见，哎呀，这个房子不对，那不能这么建，不能这么建，那你得换了。这个图纸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建起来之后也是个有问题的建筑，那我就不能这样建，我就要换图纸，改变图纸，改变什么？这个设计的方案。你的生命也是这样，你要换你的身体，就需要换什么呢？换你的精神。就像我们前面讲，换劲儿、换心、换生命。你心里面总是忧愁、烦恼、怨恨，总是哎呀，我这个病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怎么样？好了，你心是这样的话，你的身体就是按照你心灵的这个信息结构去变化。你的精神怎么样？哎呀，每天是很快乐，是充满慈悲、充满爱的，是很光明的。哎，这种信息结构就带着你的身体往光明的、往美好的方向去变化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平常讲说这个人说贼眉鼠眼，他不是一天就出来的贼眉鼠眼。说这人慈眉善目，那也不是一天就修出来的。他有内在这样的心灵，慢慢的身上呢就展现出了这样一种状态。我表达清楚的意思没有哈？你看，我就发现啊，比方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人锻炼，经常去每天坚持锻炼，打太极拳呀、练气功啊，做什么这种各种锻炼，他身体并不一定很好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你生活中太多这样的情况。有的人甚至坚持练功、坚持锻炼很多年，照样疾病缠身，照样活得不快乐，照样活得不健康，太多这样的情况。那按理说我锻炼就能好啊，就像建房子一样，你这个图纸是个错的，你再怎么建，它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建筑。人也是这样，你精神是有问题的，或者心灵是有问题的，你再怎么锻炼，也是锻炼了一个有问题的生命。大家想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像过去练功的人讲的说，是练功不修德，必定要着魔。你光去练功，哇，那种各种材料建这个房子，你那个结构是错的。你不修德，德性没有修，德性是你身体的那个信息结构。你练的气再强，你德性不够，你必定要着魔，也必定会有问题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说修德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修德不练功讲什么意思？你比方说修德，你德性很好，这个图者设计的这个方案非常完美，可是你不去建，光有一个图纸在那儿，最终也是一场空，也没有房子呀。啊，说我心理学的很好，你功夫不去练，你身体不去发生变化，修德，德性修得很好，你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练功不修德，必定要着魔。你光练功，你不修那个德性，你的信息结构没调整，你给再多的能量，再多的气，也是什么呢？也是一个没有修德的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一个生命，它也会出问题的呀。你不修德，就是你心里有魔呀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平常要努力，要努力练，努力干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努力要改变你内在这个信息结构。信息结构，所以修心是最核心、最重要的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种状态。我们这是讲修心、讲大、讲病，比方说身体健康的问题啊，你天天锻炼，哎呀，天天吃药，天天找医生看、医生治，医生给你很多的努力，那努力都什么？都是给你很多能量的一些变化。药啊，手术的那是能量啊，你内在信息结构不变，你心里面总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我怎么不行？你心情总是很低落的，总是很消极的，你就不能够很好的主动的配合着医生的治疗。医生的治疗非常重要，
但是你缺乏你内在的配合也不行。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同样的病，医生同样做了手术，同样给有的人就好了，有的人就没好？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，那个好了的人，他一定心里面变了。过去脾气不好，现在哎呀得一次病之后，吃一亏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呀我改变了。那有的人啊，吃多少次亏他也不变，性格脾气还是那样，是吧？就你内在的信息结构没变，你外面再给能量的变化，对根本上也没有多大的用。我表达清楚一句话，所以这个切换最根本，切换你内在那种心灵状态，那个心灵状态或者是意识状态就是什么呀？别讲震动，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理解的词来说，震动吧，波动吧，它就有频率，就有频。你今天愁眉苦脸，很忧愁，很烦恼，哎呀，你在一个忧愁烦恼的频率，你有这样的频率，就有这样的现实。所以同步频率就同步了现实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没事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本来就是健康的。哎，你本来就是健康的，你就能同步什么呢？那个健康的现实，同步健康的现实。这个同步可能不是立刻就同步了，但是，哎，我一下就呈现出这种状态，整个生命就朝着这个方向怎么样？方向就变化了。这就是同步频率，同步现实，同步现实。在这一点上，它不是慢慢的努力，而是什么？当下就切换。当然，这个切换也可能需要一个积累啊，呀，怎么慢慢的突然哟变了？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经过一些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，有说大难之后怎么样？它并不是说大难不死就有后福，大难之后呀，这个人变了，对生死的看法，对财产的看法，对名对利等等的看法，它变了，它变了之后才会有后福。你没有变，一个亏接着一个亏就吃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呀。说大难之后不死必有后福，很多人大难也没死，为什么有的人就很有福，有的人就还继续有问题呢？就看你变没变。就经过一些特殊的事情一刺激之后，哎呀，让内在的那个版本变啊，这才行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版本变。有人说，真的立刻就能变吗？真的就可以变呀。孔子就讲是人，什么人？人远乎哉？说你要修那个人，和讲的明心见性其实是一样的，就那个本修道是一样的。远乎哉？这很远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我欲人，则思人至也。就是我内心，哎呀，非常渴望当下，我就是啊。它不是说需要慢慢来的。我们得给自己这样一种信念，我想什么，我立刻就怎么就切换，立刻就切换，人一下就变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就是我要切换，我就是健康。你想，哎呀，我这个病怎么还没好？我就是健康的，我就到了个健康的版本。我的病怎么还没好？我一定要好病。那你就退回到那个病的版本。我要好病，就是你在病的版本下，我让它好。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好，那最好什么？我直接跳到什么那个健康的版本，跳到这个版本之后，哎，那个病自然而然就跟着发生变化了，你的身体就发生变化，身体发生变化了。所以这种变化真的在意识当中啊是很快的，是当下就是的。平常讲说放下屠刀立地成，你放下屠刀，当下就是说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那本来就有个岸，你非得往那头走，你就不回，那你没办法。大家想，本来就是你就是佛，可是你就要当魔，那你没办法。生活中很多这样的词儿啊，我说一个很简单的话，大家就知道了。说你看你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非得瞎折腾。本来就有个好好的日子，也有不好好的日子，可你就不选那个好好的日子。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太多了。
我们经常会说，哎呀，看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，他怎么，这在于什么？选择，是你得切换，你得切换从那个不好的方向切换到这个好的版本上，这一定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。大的切换也好，小的切换，你就是要切换。就我本来就是健康的，本来就是通畅，我要切换到这上来。我不是说，哎呀，我是不通的，我要把它弄通。好了，我是不通的，我要把它弄通，你就到了旧的版本，在旧的版本上下功夫。当然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最好我本来就是通，我直接用新的版本，我新的版本这个版本上那个旧版本的所谓那个 bug， 所谓的问题就已经没了。它为什么有新的版本呢？就因为旧的版本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所以设计出新的版本。那人的生命也是这样，你在那个旧版本上，它就有这个问题，这版本就有这个问题，你要解决它就很麻烦。我跳到新的健康的版，到这个版本它是没有那个问题，是没有问题。说你讲说心生万法也好，万法唯心，它就是这样，你的心可以跳跃。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儿，比方叫跳频，跳频频率可以切换的，跳到这个频率上，你就好像比方说战争期间两支部队用那个无线电通讯，好了，用这个通讯要被敌人破获了，怎么办？你还用这个频率，别人就知道我用另外的频率跳频，用另外的频率，用另外的频率，我就不跟你玩了。我在另外的频率上，你就得不到我的东西，我跟你变了。我在这个频率上有问题了，被别人看到了，我到另外一个频率跳频。所以我们人也要这样跳，变自己，变自己。注意啊，这个变自己，你不需要去努力，你本来就有。要告诉自己这一点。它本来就有，我只要用它就行。但人往往怎么样呢？用那个旧的版本用习惯了，用电脑上的东西，用手机的东西也这样。有的人比方有新版本，他不愿意升级，为什么？他用旧版本用习惯了，他不想换。那你要想一想，为什么会有新的呢？为什么那么多人用新的呢？那一定这个新的它比旧的更好，对吧？我能够习惯这个旧的，那我用新的，花2天时间不就可以适应了？适应之后，哎呦，可能觉得这新的确实好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很多人不愿意改变自己，就是太习惯了，习惯自己那个旧有的模式了啊，我就这样了。在那个舒适区里面，他不知道什么呢？我换了之后，哎呀，我会获得更大的自由，更大的自由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？就是你要什么？那么就很重要的一点了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解除那个认同。解除认同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就这样了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的命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是什么样的？你就认同了你现在所谓的，你并不喜欢那个状态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你并不喜欢你现在的状态，但是你又习惯了现在这个状态，缺乏什么呢？缺乏改变的勇气。你现在就要知道，现在这个状态还有那个状态，这两种状态本来是平等的，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我习惯选择这个状态，我习惯了。其实那个状态跟这个状态是一样，本来都是我的状态，那我为什么不试一试这个状态呢？对吧？我试试这个状态可不可以？我可以啊，我试一试。那怎么样？你要试一个新的状态、新的版本，你就需要解除旧的版本。我现在放下你，不能说我就是你，我就是这样的。不，我可以这样，也可以那样。你有无限的可能。所以首先怎么样？我要解除这个版本，当下这个版本。这个版本只是我现有的一种状态。比方说，我今天生气，哟，这个生气有情绪，只是我的一个版本。在这个版本下，我体验到了生气，
怨恨、恼怒、烦，但同时我还有快乐，还有喜悦的版本。我解除这个版本到另外一个版本，你只要这么认为就好。有这样的觉知，哦，我生气只是我心灵的一个版本，我可以拒绝这个版本，我可以不选择它，解除它。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？有病，哦，有病。这个有病只是我生命的一个版本，一种存在状态，它不是没有意义的，也是有意义的，让我体会到什么呢？哎呀，有病痛。哎，同时我知道，哦，我还有健康的版本，那我就不能老陷在疾病这个版本里，我体验过了之后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回到健康的版本上去。我说清楚没有啊？哎呀，当下的生活啊，我很烦恼，各种事儿都很烦恼。哦，告诉自己，哦，生活中有各种烦恼，是我生活的一个版本，但是我不能陷到里面去，我还有快乐的版本。我给他清楚意思没有哈？所以你对你现在所处的这状况，你要告诉自己，哦，我现在只是处在这个版本里，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。就像我可以建这个房子，按照这个图纸建，我也可以按照这个图纸来建。我给他清楚意思没有？注意，哦，这只是我的版本。我现在还是糊涂，还没有真正的觉悟。哦，这是我生命的一个版本，那个觉悟的版本已经在那儿了，我切换到那儿了，我要去努力，我要把怎么样，把自己切换成那种版本。我没太清楚意思没有哈？好了，那么就是什么？刚才又讲了，同步频率，同步现实。你要想到哪个版本，你就要把你的生命同到那个版本的频率。比方说，你可以有很怨恨的版本，也可以有爱的版本。哟，我要到爱的版本怎么办呢？哎，同步我身体的频率，从我的手、眼、脚、全身的行为、说话等等，去变成那种版本所需要的频率，那种样子。说你要成圣人了，那你要生命要展现出圣人的那个样子。成佛，那觉悟之后是什么样？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，但我的生命先去同步那种状态。哇，我本来小心眼儿，我有小心眼儿的版本，我还可以有什么心胸开阔的版本。哦，心胸小心眼儿是这种，心胸开阔是那个样，我就先把自己变成那种样子。哎呀，我有很病的版本，哎呀，我很难受，哎呀，我没精打采的是病怏怏的样子。哎，哦，健康，哇，健康是健康的这个版本，健康是这种样子的。哎呀，面部的笑容是这样，眼神是这样的，哎呀，动作是这样的，表情。哦，我先同步这样一种频率，这种状态，这个同步频率之后，慢慢的，我身体气血就跟着变化，哎，就同步了现实。表达清楚意思没有？同步频率，自然的，逐渐就同步了现实。所以首先什么？你要解除那个认同，解除认同，然后你就切换了。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哈？你解除这个认同，从底层那块切换。切换了之后就怎么样呢？哦，同步频率，同现实，同步频率，同步现实。本来表示气血还是不通的，但我现在已经同步了那个通畅的气血状态，我就表达出这种样子来。你看你只要表达这个样子之后，你会发现什么？哎，气血也就变通畅了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你看哈，这就很明确的路径了哈。首先解除认同，就是什么呢？我和我的过去什么拜拜了。简单就这样的意思。你是讨厌的，但是已经习惯了那个生活状态、身体状态、各种人际关系状等等吧。过去你，哦，我和过去再见了，解除对过去对生命的这种认同。
那什么，从底层切换。哇，我从内在心灵的深处，我要变一个样子。变什么样子？你认为哪个样子最美好的？我现在就是那个样子，切换过来。切换之后怎么办呢？从心理切换还不行，还得用什么？用生命去同步那个美好的状态的那个频率，那种样子。健康是个什么样的？这个快乐的人是什么样的？对吧？你得切换成那个频率。快乐的人他是爱笑的，爱跟别人打招呼的，他是乐于助人的。哎，我就去这么去做，就同步这个频率。同步这个频率之后，慢慢就同步了现实。你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，哎，现实出来了，美好的现实出来了。这样，我们再强调一下，第一个，解除认同，不和你玩了，不和这个你是你过去的你啊，过去再见了。从底层切换，切换之后呢，同步频率，同步现实，好吧？那现在我们再继续一起来锻炼哈。好，安静。你往这一站，解除认同。哎呀，过去所谓那个我，那不是我呀，只是我的一种状态，一个版本。我还有无数的状态，无数的可能性。为什么就和平常人老百姓讲说一棵树上吊死呢？为什么我总要那样呢？可以变的，解除认同。那个情绪不是我，只是我的一个版本，一个状态。我可以换另外一个状态。那个身体，那个病也不是我，我可以换另外一个状态，只是我其中的一个版本。我体验到了那个病，体验到了什么烦恼，够了。我通过体验那些，知道我在体验。我说烦恼即菩提。是谁在体验这个东西？就你和版本和你能体验版本的那个体验，有了距离感了。从底层切换，我内在是我那个灵敏的觉知，它是无形无相的。在现实生活当中要表现出什么状态呢？哎，我要同步我希望表现状态的那个频率，慢慢就同步了现实。安静，安静。比方说现在我们要同步什么？大慈大悲的那种状态，敞开心胸，张开怀抱，手向上拉起，大发慈悲的那种状态。你的身体就呈现出那种状态，那种大慈大悲的状态。齐平，见面，
享受。直到领上方那种通天彻地、顶天立地的那种状态，停留一个呼吸着，慢慢下来。两手进额头，你的生命啊，就是一团磁场，一团正气。面部、胸、指腹、小腹，注意啊，同步那个婴儿的状态，双膝一软，腹归婴儿。整个皮肉经脉部、眼耳鼻舌身，都是婴儿的那种状态。两手敷于足面，下胎儿的那种状态，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，经腿的后侧向上到命门点啊，手向前，到肚脐，点啊，
手下颏，头后仰，下颏上翘，向前，向下，向内。大家停在这儿，听我说。待会儿向上拔的时候啊，不是说我这一拔把身体拔通了，而是我身体本来就是通的。我这一做这个动作啊，是去体察那个通。我的版本就是本来就是通畅的，眼睛向上，本来就是通的，我只是在体验这个通的状态，就和那个不通啊说再见了。本来就是通的。手着下颏，头后仰，下颏上翘，向前，向下，向内，安静，安静。眼睛向上，本来就是通的。头后仰，下颏上翘，向前，向下，向内，安静。注意哈，一定不要想到，哎呦，我哪块不通，我一做把它做通，那就你又回到那个旧版本下功夫了，直接没有那个不通，本来就是通的。眼睛向上，我切换了版本了。头后仰，上上上，向前，
向下，向内，向上，全身本来就是通畅。收着下颌，好好呀，往上下，前，向下，向内，心向上，本来就是通畅的。好中正，安静，两臂阴长侧起，抬起的不是胳膊，是安静，本来就是安静。成一字，轮间色相，本来就是通畅。经络气血啊，本来就是通。看向，轮间色相。
像就像看像就像看像就像像就像看像
两臂慢慢向后，重叠在肚脐上，安静。脚分开，正后八字，手慢慢分开，两臂慢慢上抬，身体微下动，切换就成了气的版本，空的版本，安静的版本。本来就是，本来就有，不是努力去成为，而是切换到本来就是。
安静，安静。今天我们讲了解除认同，也可以说是和过去说再见，和那个自己并不喜欢的，但又是习惯了的这种状态，这个版本说再见。从底层切换到所谓健康、快乐、美好的版本，然后要同步那个频率，展现出那种状态，然后慢慢的就同步现实。有的时候一切换之后，立刻就变了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那就是在心灵上的切换。换劲儿，换心，换声音。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愿意多站一会儿就多站一会儿，愿意休息的就自己慢慢的收。记住，收工之后就要展现出那种新的美好的状态，进入那个新的美好的版本。